嗨，大家欢迎收看《超人少年》，这是一个抢救天下所有男性男朋友跟老公钱包的频道。你是不是常常听到你的另一半在那边哭腰，就说：“我去国外出国，我要去免税店买那个包包，那包包好便宜哦，那个意大利做的。我来到意大利了，我如果不买一个包包回去的话，那就很可惜耶，那个意大利做的包包。”但这一期我要告诉你，很多名牌包那些柜上的东西，其实都在台中做的。之前是不是有一集我们拍过如何用保特瓶回收用废弃物，然后来做成衣服，然后做成很多编织物的工厂？所以很多女生看到疯掉的，就是什么 Burberry 啊，还是什么 Marc Jacobs 什么？这些可能你的名字都念不出来，但是你女朋友一定念得出来。而且柜上的东西，它其实它的资材都在台中这边做的。还有像很多人都喜欢买的 CK 啊、皮带啊，你在国外免税店买到的 Coach 啊，或者是你牵你家吉娃娃用的狗链啊。甚至在很多国军出操的时候所使用到的很多军事用品店，只要它极为强韧、极为坚固，同时拥有功能性，带出去炫耀功能性的这种高水准的生产，都是这间公司。但为什么之前做这个名牌包的东西，它的前身会做军事用品呢？这一切就要讲到飞虎队。神港骑兵不是，是飞虎队。神港骑兵那是吴孟达。这年代的你知道飞虎队吗？我们以前玩 GTA 的时候，通常是5颗星飞虎队就来抓你。但你知道飞虎队其实是国民党迄时代的军队，国民政府从天空飞下来都叫飞虎队。从天空飞下来的军队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飞虎队。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一间庙，是一间工厂，而这间工厂是跟飞虎队息息相关的。为什么那边会有鸡？是的，这间公司的风格非常的奇特，它有早期国民政府所留下来的氛围，同时又有现代工厂自动化，也拥有意大利跟瑞士的机器，也同时拥有台湾的古式建筑，还有以前它的老板宿舍。而这个老板呢，他其实以前就是跟着飞虎队来台湾的，也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也就是早期啊，哇先啊，就是有一群人，然后跟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在其中有一个就是飞虎队。而飞虎队它之所以为什么会有如此传奇呢？当年来到台湾能够做军事类用品，而现代能够让女生展示火力的包包呢？这叫话说从头，飞虎队。1940年代的时候，1940年代的时候，国民政府当时还在中国大陆的战场上面，有一批战机，它正呼啸而过。当时日本飞行员只要看到那个涂装的时候，他们的心跳就会漏一拍，而那个就是 P-40阿富汗机手上那个血盆大口般的鲨鱼嘴巴。对，没错，那就是飞虎队，想不到吧？而说实话 ，P-40并不是当时最强的战机。但是呢，它有一个永远会让人难忘的设计，就是那个凶狠狠带着尖牙的鲨鱼嘴涂装。那你知道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吗？有一天啊，飞虎队员他从杂志看到澳洲 P-40的照片，然后就说：“干这很酷哎！”然后就回报给上头。他的目的很简单，其实就是为了要威吓日本人。但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你知道在1940年代的时候，昆明的老百姓他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过鲨鱼，当时也没有动物园嘛，也没有水族馆，而且昆明的老百姓离海非常远。所以当时他们那时候看到这间战机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你看，那是一只查理起爆的老虎的铁头飞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传十，十传百，3人成虎，100人传成飞天虎。于是最后这个具有东方传奇色彩的名字就是这样子诞生了——飞老虎 （Flying Tiger）。所以这个队伍的中文直翻译就把它称为叫飞虎。所以于是这个飞天老虎飞虎队的名字就是这样子来的，想不到吧？所以你看，在我这边这里，你以为是飞虎队的庙吗？不是哦。你看进去，这是什么？员工餐厅啊！飞虎队的员工餐厅啊？不是，是他们公司的员工餐厅啊！进餐厅前要喊请按进餐。但是这里不是，这里是工厂，台中的工厂，所以没有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哈，不是一个老眷村，是一间工厂，是做许多名牌包的工厂。像我阿公，他也就是一个瓦先啊，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战乱的时代，不得已就跑来台湾。但是我阿公那个时候是警察，我阿公啊，他就很喜欢坐在这个凉亭下，在那边泡着茶，讲他们当年身上被阿公啊就是射了几枪的故事。你知道我阿公背后真的是有那个共产党那个子弹的那个，这个故事我就放在会员频道来跟大家讲好了，因为我们这一集应该会员也没办法团购名牌包。而当时飞虎队的这个将军啊，就想说，如果要成立飞虎队，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军队忠勇剽悍，能够吸引到很强的飞行员？因为当时美军的一般的飞行员大概是347块美金一个月，在当年那个年代已经非常大了。所以啊，这个飞虎队的将军就想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因为他认为啊，完全靠着爱国精神是没有用的。你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吗？补发1万奖金吗？看不是。他使用了就100年来最好用的好方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出了600块美金，吸引了许多不怕死的飞行员。然后呢，你只要击落一架日本飞机，你就能够再获得500块美元。奖金制度，你知道347块刀了，这个刀了大概是多少的价位呢？
当年那个年代，大概就是美国一栋房子的头期款。你看台湾头期款多贵啊！所以这个奖金制呢，就吸引了就上百名的飞行员跟200多名的地勤加入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军队，加入了飞虎队。所以为什么大家讲到飞虎队的时候，都会觉得除了很会打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很有钱啊。而如果是我们的观众，你是有关心军事迷的，你这讲到飞虎队，你就会想到一个东西叫做血服。血服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就当时只要在驻军大中华地区的洋人你只要拿出这个血服，就不管你的肤色是不是不一样，大家都会共体患难，而上面呢就会印着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而且印着12个大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你现在叫瑞拿这个血服在美国试试看。当然，随着这个战争的结束飞虎队就是从这个军用战斗机部队，然后一路转变成这个 CAT 运输队。而这个 CAT 运输队的队员呢，就是这一间我们讲了这么久的老板郭焕明郭董事长。国教总统，在我这个泡茶区的后面，就是这个郭董事长以前的家里老家。他以前就住在工厂的旁边，而你知道这个工厂的名称叫什么呢？中兴织造。但他这个中心就是很中心的那个中心吗？你说心脏的心字？对啊，不是，是那个兴盛的兴，谐音梗。他们当年的谐音梗就是从那个中心、忠肝义胆中心，你就跟飞虎队的概念一样嘛，靠着爱国的忠心是没有用的。你除了忠之外，你这钢球爱兴，爱欢喜，爱兴，爱欢喜，钢球哪不兴，鸡哪会叫咧？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现在知道这间公司的脉络来源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去了。讲够了是不是？大家对这个工厂有了解了，但是对于这个军用带，跟这个阿玛尼的织带，跟这个 CK 的布带，还有对于这个 Coach 的带子怎么做出来的，还是不了解。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工厂吧，Let's go。我们这次一样为了大家方便阅读，我们一样用工厂走看，同时拍工厂，同时用配音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首先一开始就是原料的准备，所谓的纱线阶段。一开始呢，就是工厂需要采购跟准备各种织带所需要的原料纱线。不同的纱线，它的股数会先进行并线来处理。这个东西上一集我们讲过，就不赘述了。而这个步骤主要的目的呢，是让纱线变得有粘度，接着将纱线织成一定的圈度和长度，制成绞纱。绞纱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到这个染整的作业。目的是什么呢？像每一个品牌的包包，它上面都会有他们企业的颜色嘛，或者是他们就这一季要推出的新配色。所以你上面的那个颜色其实不是印上去的，而是每一条线都是那个颜色。那这个线怎么做的？就是用这样子染出来的。但染整出来，如果你的色度不对嘞，你就没办法交货，或者是你最后织成织带的时候，然后才发现被打枪，哇，你就剉赛。所以其实就算你是制造业代工，不管你是鞋业、布业，或者是很多的产业，你如果在每一个步骤的时候没有把它精准校正到很好的时候，那你送到国外，或者是你最后产品出来的时候，那你就真的会剉赛。而当然，你看到每一些名牌的包包，或者是很多大品牌，它一定都会有一样的颜色，但它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有奶弄啊，有纱啊，有棉啊，但是你最后染出来的色度跟颜色都要色调要一样的感觉，其实就难在这里。然后因为只要是不同的材料，它一样要染到这个绿色或染到这个蓝色或红色，它所染的方式其实都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最后看起来就一定要一样。而你看我身后，这是什么材料呢？海带、尼龙、奶弄。奶弄它的染整方式就是不需要高温，就常温染就好。染完了之后要干嘛呢？就像是你洗完衣服了，衣服被染色了，还是要干嘛？脱水。所以说我们进到脱水步骤。脱水怎么脱嘞？就像是洗衣服一样，就是把你的衣服丢进去，把它盖起来，它就可以开始脱水咯。而脱水完之后，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烘干。但是有一些材料它可以烘干，有些材料不需要烘干，就跟洗衣服一样。已经说是棉的，那就可以烘；刚刚是奶弄的，那就不需要烘，或者是你是 poly 也不用烘。但是呢，像有的时候，就像是你辛辛苦苦工作赚的钱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你女朋友或是你的另一半还常常吵要买包包，那你就可以跟她说，那你去烘干。你刚好看到里面的阿姨吗？阿姨啊，在纺织厂工作，你知道她是什么吗？老大，她是织女，就是牛郎跟织女在七夕的时候会汇合的那个织女。所以织女她在心中一定会有一个牛郎在，然后那个牛郎就会问她说，你要不要去烘？是啊，就烘干，没有疑问。这些烘干完的织带呢，然后把它做成筒子纱。接着就是整筋了，整筋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整成一个大盘头。但是到目前为止，你都还没有开始做哦，你都是在准备而已。但是为什么要做前面这些准备呢？因为你在客户还有设计师在开发阶段的时候呢，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决定好，后面就会变成一场灾难。你要做成什么样的图案，要做成什么样的渐层，这个时候你的工程师他们都要仔细的进行人工的作业。而这个呢，就是在你的完成品里面最重要、最费时又最费工的关键技术。
当材料跟颜色都做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要的图案跟你设计的图档，然后来进行织造的动作，你就可以织出你要的造型，织出你要的图案。织造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开始编织制造，如此白话之白话文。所有你看到的图案，它都是经过织造这个动作做出来的。从经线跟纬线不一样的交织，跟不一样的重叠，你到底要跨线织，还是要乖乖的每一步都织，或者是要这个地方并什么颜色，要并咖啡色、并黑色、并灰色所产生的效果，这些东西都在织造的这个步骤进行。听起来很复杂，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有电脑不仅要滚头刀，它现在也会织布，所以你只要把它放到生产机上面，你几乎24小时就可以不间断的生产出各式各样、各种品牌、各种你喜欢的织带、枪背带。当你袋子都织完了，你以为就可以交货了？没有。我们每一个工厂都要拍 QC， 那每一间工厂的 QC 方式都不太一样。而这种做名牌包织带的工厂，它的 QC 要怎么看呢？就从头到尾，你要一条一条，慢慢的检查。怎么检查？像它一样，用人力检查。然后你看哦，像我们刚刚这个织好的袋子，你这个时候你要检查什么呢？一，检查颜色；二就是检查它旁边有没有那个线被污染到，还是突然跳线或者是绕高体。然后之后还要什么呢？测厚度。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很多精品包会这么贵，就是因为它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被打掉的。染整的过程当中失误啦，或者是中间不小心污染到啦，或者是那个机器有没有那个精度没有校正好，然后在做的时候突然跳到线，像这样子你看起来就是已经有伤害感。如果这看不出来，像这个就是在织的过程当中就是出锤了，所以 Q 就不会过。如果这个你也看不出来，那就是这种。总算看得出来了吧？所以回到头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会卖一些很便宜的精品，但其实你仔细看，它可能跟你真的在专柜里面买的，就算它可能是一样的材料，或者是它不管透过什么奇怪的关系，从东南亚、从中国大陆，或者是从什么地方，然后搞出来的也好，因为他们很多都会做到跟它非常像，仿冒仿到就是非常的真实。但是我们今天拍的这个厂，它当然是交给那个正牌厂商的，就是仿冒的我们才会拍，我们不屑。而这个厂间呢，当然除了做名牌包之外，你可以看后面这个功能型的。身为工业频道的你，长期有在高空作业的你，或者呢是你非常喜欢买实验这个牌子的人，你会用到那个大长头。我们在高空作业的时候，你如果不小心坠落啊，它能够拉住你的身体，然后让你不会从高处掉到下面，这种稍微有点弹性，我们都称之为这个叫大长头，这也是在这间公司做的。毕竟以前做军队生意的，才能够做一些军事武器的工厂。除了漂亮的东西以外，功能性也是都能做出来的。所以在这一集，我真的强烈建议国军，可以跟他们采购。你知道像我们那个陆军啊，步枪兵身上是不是有那个步枪那个枪背带？常常你要甩在肩上啊，然后跑步啊，或者是你要救你的同伴，然后把它拉起来，或者是我们那个中弹失血的时候，你可以把枪背带拆下来，然后止血带有没有？我们强烈建议国军的枪背带都可以换成名牌包的袋子。CK 部队、阿玛尼步枪队、Coach 啊、迪奥啊，国军走出去的时候，你看所有女性看到疯狂，哇，他们背带是迪奥的，哇，那是香奈儿的枪背带。国军士气高涨，但这种高水准的东西当然要求也非常多。我带你去看今天被打掉的东西有多少。你现在看到的这边厚度偏厚，站不出货；手感偏硬，站不出货，就是你摸起来那个手感觉硬硬的，不粗，很严苛的，非常严格。然后旁边这边都会有一些剪下来的，就是他们的 sample 啊，就是拿来对照那个样本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买一些名牌包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在哪一个国家买的这个包包啊？我在哪一个国家买的这包包？虽然我们是长得是同款的，但为什么摸起来就是有点不一样？但是两个人都是正版的，就其实就不同的厂、不同的纱或者是不同的料，它其实有时候做出来就会有那个一点点非常极为不明显的差异，就除非你就是那种老行家，你才能够感觉得出来。所以你看，如此一个吹毛求疵之工厂，一个品牌，一个从飞虎队的剽悍精神一路到细致的时尚品味，肯定是会得到很多品牌的青睐，也会得到很多奖章的表扬。最后一站的这个修润，应该就可以说服你的另一半跟你的女朋友了。你在修润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这间公司到底做了多少世界大品牌 ，Lululemon、Coach、Armani、Chloe、Burberry， 后面当然就很多牌子我就不赘述了。你可以看到从外面一开始像是寺庙一样的门，再有中式的中庭，还有这个充满时尚感跟不同风格 remix 起来的办公室，最后要有很多的奖项放在它的后面，金手奖。你们那个年代有没有听过金手指？有啊，就是那个打游戏的密码，就是你只要打金手指密码，你在里面就是一个超强的人物，登顶的概念。它强到怎样？跟金手奖差不多强。颁了一个奖叫金手奖。台中县97年度绩优厂商中兴制造台中县哦，你看到台中县哦，你看这些里数的原来瓦固啊，你知道金手奖是
只有台中才有资格可以得到的奖。你要得到金手奖哦，基本上你要有3高。像我们这个做了这么久，我这个年纪现在已经开始接近这个3高，不是那3高。第一个赚得高，就是你的营业额或者是你的利润要够高，而且要连续3年都赚钱，完全不赔钱。第二高是什么呢？你的智商要够高，就是你的创意要够高。因为很多台湾讲说台湾的厂商你是抄什么国家的，不行。你如果得到这个奖的厂商，基本上就是你的创意要非常好，你要自己能够开发设备啊、制程啊，或者是开发品牌啊，或者是新的技术啊，怎么样能够跟全世界的人竞争啊？就一样都是工厂，台湾的工厂成本虽然比很多国家都还要高。但是怎么样，你可以靠着新技术突飞猛进，拿到这种国际比较好的订单？那第3高，你知道怎么高？人品高。一间公司ESG 的概念你不能对员工不好啊。你在企业上面的那个道德要很高啊，没什么人讲你坏话啊。因为你只要是工厂制造嘛，你可能对于环境上面你有没有好好的守护我们台湾这个小土地？那就是永续经营的概念3高。而且呢，你看他不止拿金手奖，咱们的党郭董，他现在已经是从民国97年拿到金手奖，到现在民国114年，他是金手奖的评审哦。也就是说，正在我们拍摄的这个此时此刻，其实第24届的金手奖选拔已经出炉了。郭女士应该知道到底是谁得奖了。已经都出炉。已经都知道，全部的人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你如果想要知道这一届有哪一些就是跟他们一样，就是非常厉害的厂商，有3高的厂商，那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下面看到。而且你知道在这个后面还有什么很厉害的奖章吗？我看到3个超屌的东西。你看第一个，郭焕明同志生前忠党爱国，信仰三民主义，对党务工作有攻击特语，党旗副官，当年战争的年代对国家有贡献，副官证书。然后第二个，你知道对角是什么？大展宏图，阿叔亲手题的字。最后一个就是你看你是不是一个文化素养的人？你知道这个后面那个金色的这个鸟是什么吗？杨英风啊。杨英风，有文化素养，杨英风先生就是非常厉害的艺术家。节目的最后，我们大家来猜拳，输的人做对。这不是飞虎队的后代是不能做的。好啦，这是这礼拜的超生少年。如果你想要看到世界更多有趣的工厂，你都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是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那用小小的零钱支持我们的频道，让我们能够派出更多有趣的工厂，跟更广阔的工业视野可以给大家看。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拜拜。所以这一集可以传给你的那些女朋友们看。他如果这边吵着说要买什么 Coach 啊，买 MK 啊，然后或者是买什么 Burberry 的 Chanel 啊，你就买这个给他就好了。反正都是用这个做的。还是我们在会员卖这个，拯救你的家庭。你知道黑蝙蝠中队跟飞虎队是不一样的。黑蝙蝠中队以前是拿来侦察，就是飞出去然后要侦察，就是侦察雷达的概念。在打仗之前，就是我们要算是一个前线的侦察兵，很危险。所以以前黑蝙蝠中队很多去的人就是没有回来，飞虎队就是出去把人家的军机射下来。吹落叶飘满地，流水无情，像风去的电影，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